3日后中秋，是我娘亲的忌日。我欲请太后娘娘亲率宗室，百官祈福，素斋3日，以表哀思。先帝的忌日也没有这样的阵仗，先皇后再尊贵，也越不过先帝。这样的铺张破例，恐留人口实啊。当年的立储风波，太后娘娘也是这样劝诫叶国公的吧？当年的立储之事，哀家可是站在陛下这边的。陛下如今稳坐帝位，不要纠结过往的枝节。叶国公已死，哀家听说了，叶国公是为大义而死，悲兮壮兮。那是骗天下人的。叶国公其实是被我用毒酒镇杀的。他因为当年听信了太后娘娘的几句谏言，对我母亲心怀怨恨，伙同内外大臣数十人毒杀母后。竟有此事！我当年劝谏叶国公，只是为了支持陛下登基，没想到他竟会将矛头对准姐姐，也是我无意之举，害了姐姐。果真是无意吗？陛下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17岁和先皇后相识，在宫闱州携手走到最后，我是他最信任的人。这一点，我倒是丝毫不怀疑。他临终前是不是还交给你一样东西？是，姐姐给了我一封信。还给我。时隔日久，我要找找。外面在闹时议，在找到信之前，太后娘娘还是先不要随意进出宫闱。陛下是要软禁我？不，我是孝敬您。您就在永福殿诵经礼佛，有何不好？3日之后就是中秋，也是你母亲的忌辰，到时来找我，我把信给你。不对劲，难道那夜的梦是真的？我问你，这些年来皇帝每每动手杀人，可有什么反常之举？陛下性情无状，何时杀人，杀什么人，似乎并无定数，常常会让一群人跪在他面前，挨个摸过他们的脑袋，看谁不顺心，便杀了谁。不对，并非如此。他并非想杀人才摸人的脑袋，而是摸过脑袋才知道该杀什么人。我仿佛记得物语清官送我的书中记载过这么一件入人梦中的奇闻。去把我那口成书的箱子取来。还有这个袖剑，你拿好。不行，要不你在衣服里再加一个锁子甲。你这什么眼神啊？不要轻敌，我跟你讲，明日便是中秋了，你上完朝乖乖给我回来，不要到处乱跑。你别看太后是个老太太，万一她还有后手，给你整个火烧皇宫。不会再有后手了，已经查出来了。桃山那边呢，确实有一批屯兵，驻守军官就叫杨琦，是太后当年的旧部。今日我便去带兵围剿。
那就劳烦黄姐了。好了，这下该放心了吧？你呢，就安心跟黄姐在这聊聊天，等我下朝回来。一切都会解决的，明日过后，你便可以心安了。等我。行了，再看他也不会回来的。不会有事的，相信我。可是，太后谋划了那么久，她就这样甘心认输吗？阿姐，若你是太后，你会甘心这样坐以待毙，还是会干脆发起兵变呢？太后向来谋定而后动，现在出手已然失了先机，城内已经被我的军队控制住。但若是我必要等一个良机。那如若你的军队全部都前往了桃山，太后会这样甘心被你们软禁在宫中，绞杀她的党羽，一丁点反抗都没有吗？莫非桃山屯兵是调虎离山之计？黄姐，你今日不能带兵围剿桃山，主力军队得留下，守住皇城。那桃山那边，我去。你去？你单枪匹马能做什么？桃山前往皇城，是不是有一条必经之路，叫一线峡？不错，从桃山入京城，若不横穿一线峡，便要向东绕过九湾江，至少要耽误2日的时间。那我便有数了。黄姐，你安心守卫皇城，燕明公子借我一用。好。厉贵妃，我们这是做什么呀？一线峡两侧的山下，藏着数万斤火药，只要找准位置，一炸。发现了疑似石油痕迹，采样封存，回实验室验证一下。竟然是真的，古代真的有石油啊！中国使用石油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，最早在《易经》中就出现过。宁安13年，这里还发生过一起爆炸事件，据说两侧山体倒塌，堵出了桃山前往皇城的官道。老师怀疑是人为爆炸。有人选择了绝佳的爆炸地点，引爆了石油脉矿，山体内的天然气发生了剧烈反应，从而导致山体倒塌。发现疑似引爆点，竟然快过来拍照记录一下。哎，来了！就这儿。一会儿，我们就把这火药捻拉长，在外面点燃就可以了。搞定。东临曲水，西分桃山，深通山体内部，确实是个绝佳的引爆地点。我得走了。现在？等炸完山，确定山路被封上再走吧。天亮之前，我得赶回皇宫。明日便是中秋了，我得陪在他身边。那我护送您回去。
成功了。这条路一堵，桃山的屯兵明日必到不了京城。无论如何，先度过明日再说。明日之后，再让阿姐慢慢收拾他们。走。东西呢？可以撤走我院中的守卫了吧？你害我生母，留你一命，已算仁慈。今后，就请太后娘娘在永福殿了此残生，为先皇后诵经祈福，忏疾悔过吧。留我一命，好孩子。姐姐，你的这个儿子呀，和你真是一模一样，天真、重情、作茧自缚。我最讨厌你们这副装腔作势的模样。现在，你们都死了，你们的儿子也要下去陪你们。今晚都清醒点，不许睡。是。前辈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一切好像都改变了，
又好像都没有改变。难道我们注定没有办法改变这结局吗？当今皇上暴虐成性，残害忠良，吾等遵太后诏令，讨伐暴君。反贼杨琦，时君俸禄却示众作乱，忤逆谋反，吾功承天命，诛杀反贼。杀！贵妃娘娘，贵妃娘娘，是我呀。钱仙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本是回京述职的，我一路赶来，听他们说贵妃娘娘在生辰宴上被……如今瞧见您无恙，臣便安心了。能保住了你，也不枉我来这一遭。今日宫中有变，你先找个地方躲起来。说来日我跟陛下逢凶化吉，我们改日再叙。哎，娘娘，您可是要往宫中去？钱某愿与您一道。您和陛下对我恩同再造，如今您二位有难，钱某岂能袖手旁观？恩同再造，此话怎讲？荔枝啊，娘娘，拳头大的荔枝，真的被我种出来了。像我钱某在京多年无甚建树，多亏了娘娘一句提点，如今魏州一带都称我一句荔枝大王呢。实在，魏州确有善种荔枝者，但那个人分明叫钱小淼啊。娘娘，您难道真的是神仙转世不成？我至魏州以后遇到了一个大师，替我算了一卦，说我命中缺水，魏州乃是我最好的去处，还劝我改了名字，一金为水。如今我就叫做钱小淼啊。这么说来，我在后世中读到的史书，是源于我此时的随口一言。原来我回到这里是注定的，不是我回到了历史之中，而是我自始至终都身处在这河流之中。对，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。所以我也没有死于生辰宴，今天也未必是凤之离的死期。对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谢谢你，钱仙。不，钱小淼。娘娘，娘娘。殿下，凤栖宫方向着火了。糟了，叫五尾司送去。凤之离，凤之离，你醒醒！凤之离。我带你出去！救命啊！快来人啊！凤之离，凤之离，凤之离，你一直这么睡下去，我们会死在这里的，凤之离。睡，一切都会解决的。明日过后，你便可以心安了。他现在应该在梦里，我可以入他的梦叫醒他。对。
睡着，快睡着，快睡着，快睡着。虽说天气还暖和，但你也不能就这样躺在这儿捂气吧。娘亲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快起来，要不一会儿你皇姐又该训你了。做噩梦了？没事，都结束了，啊？噩梦。对，我刚刚是做了噩梦。娘亲，我刚刚梦到你死了，好多人都死了。都说了是梦，都已经结束了，你也已经醒过来了。对，已经醒了。快起来吧，娘亲今天给你做了好吃的。快走啊，小黎。这是我熬了好久的鸡汤，快尝尝。谢谢娘亲。好香啊，一闻就知道不是御膳房做的，是娘亲的手艺。我给你做了你最爱喝的花椒鸡汤，最近劳务繁忙，要好好注意身体。我早就饿了，谢谢娘亲。你发什么呆啊？没睡醒啊？快吃饭。吃饭。好香啊。我原来来尝尝这个。只是做了一个很长的噩梦。来，娘亲也吃点。清安呢？凤之烈，凤之烈，我来接你回去了。清安，老师。怎么伤成这样？出门的时候还好好的。老师，怎么哭了？你是不是哪里疼啊？看你瘦的，我得给你好好补补。你俩聊，我去给你们温鸡汤。
这便是你不愿意离开的理由吗？一直生活在这里，难道不好吗？这里安稳平和，没有杀戮和怨恨，大家都在。皇姐即位了，咱们一家人和和美美的。凤之丽，这里很好，可是这里是假的。美梦就算再美好，它都只有一瞬。现实无论多残酷，都有无限的可能。我不想和你只有一瞬。可这是我第一次梦到的，之前从来都没有过。要走了。小丽，你要多笑啊。金安，你也是。我就把它交给你了。杨琪，找他。他领兵逼宫，谋逆叛国，本宫秦王护驾，将他斩于兴安门。反军失将，现下已经如数被擒。圣宫未崩，太后娘娘就拟好了传位诏书啊，传位于端王。他才4岁，宗室血脉唯此一支，反贼杀入宫中，哀家也是怕皇帝有个万一。哼，当年陛下继位也才8岁，也是，都是无法亲政、易于掌控的年纪。昭明，你这是何意？我的娘亲当年以诚待你。你却以下作手段害死了他，控制我幼弟隐于幕后垂帘听政。太后娘娘，你又是何意？成王败寇，前朝如此，后宫更是一样。凭什么他淑敏和一腔天真，虚伪
博爱，就能独得圣恩，是他自己说无意奉位。他既然不要，哀家为何抢不得？我杀了你！即便杀了我，也救不回你的好弟弟。你对小离做了什么？传言有一种人能入梦，代价便是永远失去做梦的能力。若是碰到至亲之人的头顶青丝，便可为自己制造出一场美梦，从此酣眠其中，就再也醒不过来了。没了皇帝，你们凤家子嗣单薄，一介女身又成不得大统。哼，若没有我以太后之尊扶持幼帝，定当举国大乱。胸怀治国伟略，纵是女子，为什么成不了大统？中秋夜，杨齐拥兵作乱，逼宫谋反，亲杀太后，火烧陛下，昭明长公主殿下，秦王平乱，当成大统。殿下，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望您躬身开治，以成宗挑。吾等愿追随殿下，望您躬身开治，以成宗挑。小脸都黑了，疼吗？小离，阿姐，你受伤了？阿姐，我没事。明知奸计，单独赴约，奉旨领长本事了是吧？答应姐姐，以后不许再这样。娘亲写的信在她手上，我不能不去。这句话是娘亲写给我的，也是写给你的。这皇位，你想做吗？我想。论年纪齿序，你长于我；论能力韬略，我比不上。这皇位本就该是你的，这一点你我都再清楚不过了。这些话，可发自你本心？真心实意。而且你知道我的，我从小就没什么抱负，最大的祈愿就是国泰家和，做个闲散王爷，云游逍遥。我帮你做了这么长时间的皇帝，可累死了，而且声名狼藉，民生哀怨，人人都骂我是个暴君呢。我作证，他可是历史上遗臭万年、鼎鼎有名的暴君。你们，阿姐，我们经历生死，豁然开朗。他这么多年装残虐、扮暴君，一来是为了可以帮老师报仇，二来是为了让你可以名正言顺地反了他。
端王虽小，但毕竟是宗室亲王，长公主即位，可能服众。能。地星落，地星起，落于西南，昭明于世。灵善，你是司天监，可还记得拜师的时候，立誓敬诺，永不妄言？我当然记得，但殿下命格如此，臣不算妄言。明日天启过后，愿殿下福泽绵厚，供大宁千秋百世。那就借卿吉言。算出来了，地星落西南，是长公主殿下。如何是好？如何是好？这样啊？怎么会是女人当皇帝呀？皇帝未须骄祀无主，修征加锐，前后杂沓，历数在公不得不受，昭明权位天地，敢不尽从。以9月初8知告天地、宗庙、社稷及皇帝位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游客朋友们，这边请。宁安13年中秋，义军逼宫，暴君呢死在了皇宫中的大火之中。随后呢，长公主凤芝凡登基为帝，同时也是历史上第1位女皇帝，整整统治了60余年。改新革命，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纪。哎，那这2个头骨呢？这2枚头骨出自宁安君古墓当中，这一枚呢是宁安君本人，另外一枚在历史当中就没有注明是哪一位。哎，你们听说过那段野史没？其实宁安君根本没有死，他在火里金蝉脱壳，妖妃也没有死于生辰宴，这一切都是他们计划好的。
为的只是逃离皇权斗争，做一对逍遥鸳鸯。夫人，这个是？这是我让叶明特意让人送过来的，这可不是普通的水缸，这是贡品，栽过荷花。贡品？那这些都……我们这次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宁都了，所以我把该带的全部都带上。我还让地桃从御膳房拿了官窑瓷器，还有雕花银块。好，这些东西都带着也就罢了，但这个……夫人，这些东西我们到了渭南都可以再置办的。你现在可不是皇上了，你还有钱吗？我们还买得起官窑吗？言之有理，恐怕今后可要多多仰仗夫人了。没关系，我罩着你。我那些史料可不是白研究的，我对大宁的衣食住行肯定比你还了解。走吧，夫人。但那个真的不能带吗？不能。走吧。那我们以后去开一个女子学堂，专门教女子读书做人，怎么样？好。然后我们再去种水稻，前线都能种出石头一样大的荔枝。时代永远不会因为一个人的到来而天翻地覆的改变，那我们便一起去做这个时代的草籽，一点一点的改变这个世界。